大家好，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呢，想让我发一些邮件，然后呢，从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找到这些邮件地址。这个其实很简单啊，利用正则表达式就可以找到啊。然后呢，比如说这样子，你要把它邮件找到嘛，对吧？那要写正则表达式。那么很多朋友的话，因为考虑到时间成本和学习成本啊，学习的话是需要花时间，是吧？那这里的话有个工具啊，那工具的话，它里面的话。关于这个 email 地址的话，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它这边本身就有这个匹配的这个范例，是吧？那比如说我们这范例添加进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匹配，是吧？直接匹配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它可能重复了，是吧？那重复的时候呢，你把它复制出来，然后把它文本去重一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今天的话，我介绍个工具啊，这个工具的话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写正则表达式的方法。那么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这样一段文字，我需要找出所有英文名称的这个完整的州的名称啊，比如说这样子，这个犹他州这个犹他这个啊，然后我要把它找正则式，是吧？那正常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可以只匹配文本啊，你看这样的话就很方便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写这个正则的话还是挺费劲的啊，然后而且像中间有空格的话，是不是很费劲啊？那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有个方式啊，要人工智能方式帮你去写正则。首先的话，打开这个网站啊，这网址很好记，你可以看这里啊，然后就是一个正则表达式的英文名称点 AI， 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把这个文本复制进来，然后呢，我需要把哪些东西呢？比如说这个需要的啊，这个需要的啊，那但是的话，你全部勾选的话啊，这样很麻烦是吧？那我把它挑一些经典性的啊，那有空格的我把它先留着啊。我先把这些给删除掉啊，我不需要这么多，我要找规律就行了，把规律找出来，这个就是经典的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。好，我点击 Run， 它就可以帮我写正则了。好了，那个它已经出来了啊，这个结果。那么有些的结果的话，它错误的，比如说它这种结果的话，它是后面是选项啊。那这种的话是不对的，那这种也是不对的，这种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它这种的话只能限定于这些范围，没意思啊。这种的话你要去可以验证一下，这个的话是对的。比如说啊，这样的话啊，我这边匹配的话啊，这边的话是错误的，39个啊，总共是50个嘛，对吧？那这个是刚才随便他写的一个网站一个代码，然后这样的话啊，这个的话新写的50个啊，你自己要判断一下，你可以不停的点这个 run 啊，然后它让它跑正则表达式，它至少能跑对的。不是说它一定每一次就跑对啊，你要自己可以辨别一下。你看这种的话就错误的，是吧？这个明显错误的。那刚才那个就对的啊。那刚才那个的话就这个啊，50个啊，50个都可以匹配出来。你看，都50个，刚好50个州啊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？主要是这个文本太少了啊。如果太长的话，我圈中的话又很慢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呢，只能这样子了啊。如果说你想更准确一些的话，你这个文本数量更多，然后把它这个选中的高量更多的话，那它就准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正则表达式呢，适用于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可以用的啊。但是如果说非常复杂的表达式的话，它是写不出来的啊。比如说曾经我帮别人写过一个表达式啊，收费写的啊，我说价格比较贵，但是他确实找不到人帮他写了。你看这个就是文本内容 qq.com 啊，他找出网址啊，说白了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找出这样的网址网址这个.com 我们可以人工可以分析嘛如果人工找的话很累。那带 HTTP 的话 ，HTTPS 的话其实也是人工也是网址啊。那如果带个斜杠的话，后缀的话要加上去。那么如果说这个让他去用人工智能找的话，我刚才尝试一下是没有成功。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虽然说这么短的东西啊，但是很难。好，我点进来之后啊，我们一个找qq.com 出现3次要这个应该也是的啊。然后是这个，再然后 HTTPS 的1 2 3 4 5 6 7 8个啊。我们看一下，确实是8个啊，8个就正确了。那么我们把它让它运行一下。虽然说有运行结果啊，这个也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表达式的话，它这个文本只是案例文本，如果很长的话，它就没法弄了啊。那
这个错误的啊，这个是错误的，这个也是错误的啊，这个没有 HTTPS。我刚才尝试运行了10多次啊，都没有对的一个整体表达式，说明说这个人工智能虽然说比较先进啊，但是呢还是有错误的。那大家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啊。那如果说呢有更多样本的话，它可能会帮你搜寻的更准确一些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平常还是能用的。